Hello， 大家，本集影片是交通片，也就是跟大家分享如何搭高鐵從太原移動到大同，並且開箱我們在大同所入住的酒店。我們入住的酒店是建國普銀酒店大同古城店。我們入住的房型是一個晚上1480元台幣，含雙人早餐。入住酒店之後，晚上用散步的方式夜遊大同古城牆。在古城牆上搭着觀光車，欣賞綿延將近3公里的花燈。看完花燈之後，再到城牆邊享受當地的特色美食。因此，這一集所出現的不管是交通或者是訂房，還有美食相關的資訊，我都放在本集影片下方說明欄，方便於有興趣的同學們可以直接點選進去做參考。那就不囉嗦，開始我們本集影片的分享吧。Hello， 大家，今天我們的行程是從太原南站搭高鐵到大同南站，接着要在山西大同展開6天5夜的行程。關於太原南站到大同南站高鐵的行車時間，最快是1個小時25分，最慢則是2個小時19分，端看於您搭的是哪個班次的列車哦。另外，關於在大陸如何買高鐵票搭高鐵這件事情，如果是第一次看我影片的同學們，就請參考影片片尾的連結。好，很快的我們來到了大同南站，那我們就準備出站去搭車咯。大同沒有地鐵，要進入市區的話，大眾運輸系統只有公車，但是由於我們手上都有行李，因此出站後我們選擇網約車或出租車。打開高德地圖看了一下，從大同南站到我們下榻的酒店距離只有12公里，行車時間大約16分鐘，一口價的車資大約在17塊到20塊人民幣左右。原來在不同的時間點，網約車價格的計算也不同。好，走到前方箭頭所指的閘門就準備出站咯。一般來說，出站之後就會看到所謂公交車、出租車跟網約車乘車處的指標。但是這邊只有看到出租車是往地下1樓走，所以我們也只有先搭手扶梯下去之後再說了。整個地下樓層的面積非常大，有一小段路要走。下來之後呢，蠻貼心的是，這裡很快的也會看到一個洗手間。好，箭頭所指的地方就是洗手間啦，所以在這裡呢，就不需要有上廁所焦慮的問題。走到這邊，看到前面有一個服務櫃檯，就代表出租車的乘車點快到咯。一路上走過來也不用擔心會走錯，因為就像箭頭所指的，地面上永遠有大大的標示的非常清楚的指標。經過櫃檯之後，我們按照指標馬上看到了出租車上客區。沒有錯，從這個安全門走出去就會看到排班計程車咯。上了出租車之後，很快的我們就來到了下榻的酒店。如果之前都有看我影片的同學們會發現，這家酒店的名稱好像很熟悉。沒有錯，我們之前在揚州自由行的時候住的就是這個連鎖品牌，而這次入住的是建國普銀酒店大同古城店。那我們就先進來開箱酒店1樓的大廳。建國普銀酒店原來是如家酒店集團底下另一個走中高端酒店的品牌，他們的經營理念是城市隱逸空間，融合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設計，打造化繁就簡的住宿體驗，讓客人在繁華都市中找到寧靜的休憩空間。其核心理念還包括返璞歸真、大隱於市，旨在為顧客提供在行走間為自己留白的詩意生活方式。從他們1樓空間布置上來說，確實是有這樣子的感受。好，那我們就準備上樓先開箱今天要入住的房型。今天住在8樓的8702，請大家要記住這個房間號，為什麼呢？待會兒就知道啦。一進來呢，是一個迷你的客廳區域。我們入住的時間點剛好是黃昏的時候，陽光灑進房間來，那種溫暖的感覺非常強烈。這個房型做了簡單的區隔，是一室一廳。那剛剛為什麼要大家先記住這個房號呢？現在就來公布答案。
我們入住的是永蘭居大床房，而這一間是在這個房型當中唯一可以完整欣賞到大同古城，同時也擁有一個小客廳的房間。當然，我們非常感謝前台的小姐姐幫我們留了這麼棒的一個房間，而這樣的房型加雙人早餐，每個晚上是1448台幣。由於先前在揚州入住的也是建國浦銀酒店，而且當時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所以這一次在大同的住宿上，從 Trip.com 看到有建國浦銀，又剛好在大同古城旁，就立馬下定了。一進來看到的就是熟悉的室內裝修與布置，加上明亮而溫暖的燈光，還有就是打掃的又潔淨無比的房間，真的是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哦。另外，剛才在樓下辦理入住的時候，前台的小姐姐就問我們晚上需要宵夜嗎？如果需要的話，一會兒他們會把今天的水果盤還有晚上的宵夜送到房間來給我們，並且也告訴我們入住期間每一天若都有這個需要，可以在白天的時候跟前台講一下，他們就會做注記。哇，每晚1448台幣加雙人早餐，再加水果盤跟簡單的宵夜，也太超值了。而其後的每一天晚上，我們不管是吃酒店提供的宵夜也好，或者是叫美團外賣也罷，我們都是隔着整面的落地玻璃窗眺望对面古城的美景，這真的是人生一大享受呢。好，再回過頭來看浴室的備品，第一次在漱口杯旁邊看到薄荷糖，接着這個精緻的小盒子打開來看，裡面有牙刷、牙膏還有梳子等等。不過為了環保起見，我們通常會準備自己的牙刷、牙膏。另外，我很喜歡建國浦銀酒店房間燈光的規劃，既有溫暖的感覺，又能保持明亮通透。通常如果酒店房間的燈光昏暗的話，会讓我們在跑完一天的行程回來的時候看了更加沒有精神。因此房間的燈光到底夠不夠明亮，對我來說是非常在意的一環。這邊有一個隱藏在桌子下方的小冰箱，除了瓶裝水、氣泡水還有可樂之外，每天也會補充小餅乾。這個時候房務人員剛好也來敲門了，他們送上了今天的水果盤還有2份宵夜。宵夜的部分是面包、棗子和酸奶。那稍作休息之後，我們就準備散步去逛大同古城。夕陽西下的天空出現了一朵美麗的雲彩。好，出門之前再用這張地圖複習一下整個大同古城跟酒店之間的關係。大同古城分東西南北4個門，分別是河陽門、清遠門、永泰門還有武定門。而我們下榻的酒店是在北門武定門這邊。從地圖上可以看得出來，古城內著名的景點和商店街都集中在西門那邊。換句話說，如果明天我們要到古城內逛一逛，打網約車會比較節省時間。不過網約車也不用擔心會花很多錢，起步價7塊錢就可以解決哦。至於我們一會兒要上城牆去看花燈，則是直接從飯店對面的北門，也就是武定門走路過去就可以了。好，第一個箭頭所指的地方是北門，第二個箭頭所指的地方則是可以上城牆的位置。換句話說，我們過了北門之後就要馬上右轉。A few moments later。話說10月初大同的夜晚真的是有點冷，我們估計當天晚上的溫度大約只有8度。至於上城牆是必須要買票的，不過60歲以上免費。那我們就安步當車走上去吧。上了城牆之後，直面大同古城的夜色真的是非常的美麗。而大同古城繞一整圈的總長度則是 7.27 公里。至於箭頭所指的，則是剛才我購票上來的位置。10月的古都大同非常涼冷，當夜幕降臨，古城內外便會亮起萬千華燈，將這座千年軍事重鎮的雄偉輪廓溫柔地勾勒出來。這場花燈展不僅僅是燈的展示，更是一場融合了歷史、傳統技藝與現代光影的時空對話。每年的燈展都圍繞一個核心主題展開，例如天下大同、絲路華光或北魏風華，將大同作為北魏都城、明清重鎮的輝煌歷史，用燈光藝術生動地演繹出來。這個時候就不得不再次讚嘆我手中的拍攝設備，也就是大疆的 Pocket 3，夜晚色彩的表現真的很給力呀。
逛了沒多久，我們就立馬發現這個花燈的總長度大約有3公里，加上夜晚非常冷的情況之下，沒多久我們就開始向迎面而來的觀光車招手了。你沒有聽錯，大同古城牆上有觀光車可以搭，而且呢，不需要定點搭乘，只要用力招手，它就會停下來了。於是呢，經由我們一招手，馬上就有一輛觀光車停下來。票價是每個人40元，所以我們立馬就開啟搭觀光車遊古城的模式。对了，在這邊也要補充一個重要的訊息，今天下午我們到達大同南站的時候，不是搭了一輛排班計程車到達下榻的酒店嗎？因為當時開車的這個師傅駕駛技術非常平穩，人也相當和善，所以我們就忍不住跟他問起包車的價錢。畢竟再過2天我們就要考慮包車或者是參加一日遊的團，去參觀懸空寺還有應縣木塔。之前我透過西城旅行所查到一日遊的團是人民幣88一個人，而包車的話最便宜則是一輛車425人民幣。當然以上這個都是純車資，不包含門票。結果這個師傅給我的報價是懸空寺跟應縣木塔同樣不含門票，純車資，一天呢是350人民幣。並且這裡面也沒有隱形消費，什麼意思呢？也就是開車師傅當天的中餐還有上高速公路的過路費都是由師傅本人自行吸收。於是呢，我們當下就跟這位師傅要了聯繫方式。至於我們2天後包車到懸空寺還有應縣木塔的詳細情形，就在下集影片再跟大家分享咯。好，趁這個機會呢，也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同的前世今生。大同它曾經有一個更古老更驕傲的名字，叫平城。1600多年前，這裡是北魏的國都，元剛石窟在這裡開鑿，胡漢文明在這裡交融。明清時期它更是9邊重鎮，城牆高聳，守護着中原的北大門。然而時光的流轉，來到了20世紀末，這座城市的面容卻被另一層黑色的色彩覆蓋。只因這裡盛產煤礦，並且極度用力的開採，整個大同市區被黑色的煙塵彌漫在空氣中，於是厚重的歷史就被掩蓋在這之下。古老的城牆坍塌殘缺，珍貴的遼金寺廟被雜亂無章的老舊房屋層層包圍。直到2008年，大同終於迎來了一個足以改變他命運的市長耿彥波。他當時站在殘缺的西城牆遺址上，看到的不是一堆土，而是一幅消失了的畫卷。於是他做了一個在當時所有人看來都幾乎瘋狂的決定。他說，我們要把古城原樣復建起來。於是復建的藍圖迅速展開，名為一軸雙城，也就是以玉河為軸，西邊完整修復 3.28 平方公里的明清古城，讓歷史復活。而東邊則是建設現代化的新城區，讓未來繼續生長。他要的是讓古今可以對話，而不是彼此糾纏窒息，讓所有的市民可以因為這樣的規劃得到另外一番生機以及良好的生活品質，而不再是一座貧窮的煤都。更重要的是，必須讓所有的古文物，包括元剛石窟的所有佛像臉上的那一層烏漆嘛黑的煤灰得以被抹去，重新展現出他們莊嚴可敬的一面。但隨之而來的陣痛期卻是相當漫長而且巨大的。對居民而言，這是家園的巨變，超過10萬戶家庭需要搬遷。那幾年的大同就像一個巨大的工地，塵埃飛揚中是夢想也是創傷。就在這個充滿巨大爭議的過程當中，工程以驚人的速度推進。明代古城牆被一寸一寸重新連接起來，巍峨的城樓再次拔地而起，於是古城重生，再現風華，並且也為大同帶來一波又一波的觀光潮。甚至於耿彥波在治理大同期間，也被一位電影導演拍成紀錄片。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我會將這集紀錄片的連結放在本集影片下方說明欄。好，最後我們的觀光車在西門停下來，走出西門也剛好看到這家非常知名的網紅餐廳，那就讓我們一起走進去看看吧。对了，在這裡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是這個時間點出遊，身上的穿搭務必要洋蔥式穿搭法。
畢竟一進到賣場或餐廳，他們室內都有暖氣，這個時候就可以把外套或羽絨衣脫下來，免得熱到流汗哦。好，簡單的為大家介紹一下餐廳內部的空間規劃之後，我們就準備掃碼點餐咯。掃碼之後，看到了一個旅遊博主曾經在他的影片當中介紹過的套餐，就是畫面上看到的小面全家福，而且呢是雙人套餐，59元人民幣。Hello， 大家，我們剛剛呢就是在那個大同古城牆上面，对，然後我們做了一件什麼瘋狂的事呢？是啊，我們竟然在古城牆上搭公車。應該是說古城牆上面的觀光車。對，而且所以可以坐很多人。對，那因為我們剛上那個大同古城牆，所以我們也不太懂，然後就慢慢散步看那個燈會，然後結果當然走累了，我們就攔了車。對，看到觀光車呢過來，然後我們就招手就攔下來，一個人40塊，然後就繞了一整圈嘛。对，好像9.8公里。從北門繞到西門。對，所以現在這裡是西門。對，那出了西門之後，剛好就是這家是很有名的店，我們就進來點了餐，然後待會兒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點了什麼。劉姥姥。對，這家叫劉姥姥。劉姥姥，對，那點了一個很有名的餐。對，那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剛剛坐那個觀光車的那種心情。那真的是很值。一個人40塊，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燈會，所以下回你們來的話，可以搭這個城牆的那個觀光車。對，一定要搭，而且晚上真的一定要來，太超值了，很漂亮的。对，晚上的夜景好。好，那就先這樣子哦。哪個肉臊子都可以。這個山藥魚必須蘸着肉臊子好吃。必須蘸肉臊子。然後這三種肉的也行，素的也行。那個饺子直接蘸醋吃就行。这個是烤姥姥嘛？這是油面窩，我就是炒烤姥姥那個菜。這個怎麼稱呼？這個叫神神，這個叫洞洞。洞洞。請問這怎麼蘸啊？我給你拌一下素臊子吧。加素臊子，這個沾這個吃嗎？輪流沾着吃嗎？反正就吃吧。這個烤姥姥好可愛喲。然後呢？這個是水餃。對，蒸餃。他在說這個是什麼？我聽一聽，我也忘記了。這個很有學問哦。它嚼起來好吃，因為精華都在下邊。熬這個料應該也是特別費勁費工哈。對，它是熬出來的。等一下，這是直接弄起來吃還是怎麼吃？我給你拌好了，就像這個肉臊，你把這弄到自己碗裡，然後把這個放進去蘸着吃。所以這些都是放進去蘸。對。了解。你想吃這個涼的，就把那個弄到自己碗裡，把這些放進去蘸着吃。好。愛吃醋嗎？可以放點醋。可以。咱們這兒醋特別有名，是吧？對。那姐，咱們就放回去吧，涼了它就不好吃。好，謝謝。涼了就是硬的，就不好吃。好。所以放回来了。所以它底下有一個加溫的，有加熱包，它必須加熱。有一個加熱包，了解。好。來，然後我們就一樣慢慢吃。好，謝謝。在飽餐一頓之後，走出餐廳，原地打車回飯店。沒想到夜晚之後，飯店本身的燈光亮起來是這麼的漂亮，所以我們就在這裡駐足片刻，欣賞一下這美麗的燈光。更重要的是，待會兒回到飯店房間裡，隔着落地玻璃窗，還可以繼續欣賞古城牆夜晚的美。另外，飯店的玻璃窗隔音非常的好，所以完全聽不到外面車水馬龍的聲音。而我們每天回到飯店的時候，都會在大廳這邊喝一杯他們家的普茶，也就是他們家獨有的養生茶。另外還有現磨咖啡及檸檬水，隨時可以取用。
好，隔天一早我們就搭乘電梯來到他們的地下1樓享用早餐。在進入餐廳之前，看到了他們預留這個大片的面積做了端景，再次呈現了新中式美學的元素，讓人在不知不覺中吃早餐這件事情也提升了許多質感。由於我們每天都是睡到自然醒，下來用餐的時間大概都是早上8點半以後了。這個時候再拍餐點可能量不是那麼足，所以請大家見諒，畢竟在我們之前已經有一波人來用過早餐了。而隨着鏡頭的移動，我看到現煮吧台這邊竟然就有刀削麵耶！天哪，來到大同的隔天一早就可以吃到熱騰騰的大同特色美食刀削麵，當下心裡是超興奮的啦。而現煮吧台這邊除了有刀削麵之外，還有餛飩湯等選項。隨着我在拍攝早餐品項的同時，也碰到了飯店經理下來關心房客們的用餐情形。後來我們也就跟這位馮經理小聊了一下，真的是妥妥的青年才俊啊！而且當下馮經理還跟我們加了微信，很熱心地說，入住飯店期間如果有任何需要幫忙的地方，就立刻聯繫他。真的是讓出門在外的我們多了一份安全感。話說他們家的早餐除了一般該有的都有之外，還多了許多在地的特色美食。當下看了心裡想，哇，每天早上都這樣吃，回到台灣肯定會胖一圈。雖說如此，我們每天早上都還是吃得很飽啦，畢竟吃完早餐就要出去跑行程，而在外面跑行程的過程當中，中餐跟晚餐也不一定能夠顧到營養均衡。說到營養均衡，在這邊要跟大家分享我和我先生對飲食的想法。很多人說年紀大的人要吃清淡一點比較好，這樣身體才不會有太大的負擔。但是我們的想法則是從前你怎麼吃，現在就怎麼吃。當然這個前提是正常飲食，而不是暴飲暴食的情況之下。為什麼我們覺得要正常飲食比較好呢？因為年紀大的人，第一，牙口不好，哪怕是吃跟以前相同食物的分量，但是因為咀嚼能力不比年輕的時期，在不一定能夠把食物咀嚼得很細緻的情況下，那是不是代表營養吸收的程度可能會有差呢？第二，隨着年紀的漸長，腸胃的消化能力也不一定像從前年輕的時候那麼好，所以相同飲食的分量吃進肚子裡，到最後腸胃所能做到的完整吸收，也不一定是像年輕的时候。相對的，吸收能力也許會差一點點。這個時候如果又做清淡的飲食，吃的又少，那麼長期下來身體恐怕會營養不良。因此一直以來我們都還是正常飲食，尤其是蛋白質的補充一定要足夠，以避免肌肉量的流失，或者是肌少症找上門。不知道大家的想法如何，歡迎在留言區討論哦。哇，這一區很豐富哦，除了包子、饅頭、奶黃包、粽子之外，還看到窩窩頭。我生平第一次親眼看到窩窩頭本人耶，那當然是不囉嗦，一定要嘗一個看看。這個就是窩窩頭本人啦。其後的幾天也發現大同這邊的人在飲食當中出現粗糧的幾率蠻高的。相信大同人的身體素質及健康程度一定是很好的。這個是小米粥，它熬得非常濃稠，嚴格來說應該是小米糊糊吧。看到這個一定要吃，因為它是超級抗發炎的食物。吃完早餐之後，一會兒再帶大家去開箱一下酒店的健身房還有洗衣房。在這裡先預告一下，下一集我們就要花一整天的時間去參觀雲岡石窟。從前在我們的觀感裡面，感覺雲岡石窟好像是非常非常偏遠，很難到達的一個地方。但是在做行前攻略的時候才發現，只要你來到了大同，那麼就代表雲岡石窟就在離你不遠處。如果我們打開高德地圖 APP， 輸入起訖點，從我們下榻的建國普隱酒店打網約車過去，只要17公里，行車時間大約是半個小時。一口價的車資因搭車時間的不同，大約落在22到30元人民幣之間。
而且不用擔心回程的時候叫不到網約車，因為雲岡石窟是一個相當熱門的景點，從早到傍晚都有許多觀光客來來去去哦。吃完早餐之後，來看一下他們的健身房。在進到健身房之前，會先經過洗衣房，然後這2個公共空間都是在1樓。那今天的影片到這裡也就準備告一個段落，我們下次見嘍，拜拜。